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第36届金鸡奖观察，王一博扛起流量，梁朝伟加持口碑。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礼在厦门落下帷幕，梁朝伟与何赛飞荣膺帝后，《封神》不负粉丝期待摘得最佳故事片。今年从春节档到暑期档再到国庆档，从谷底到票房新高，业内外共同见证了中国电影行业复苏的奇迹。而作为疫情之后的第一届金鸡奖，观众们从角逐提名的激烈程度，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市场区别于往年的丰富性与生命力，不禁让人感慨终于不再是小年了。虽然众口难调，有一些网友还是在社交平台上对奖项的归属发出了质疑的声音，不过客观来看的话，本届金鸡奖还是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提名端水引争议，获奖者实至名归。随着疫情基本结束，不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今年的电影市场迎来了明显的复苏，甚至称得上百花齐放。如果说前几届金鸡奖凑提名都相对困难，那么今年从提名一颁布，大家就开始探讨 XX 和 XXX 为什么没有入围，引发了不少关于遗珠之憾的争议。不过奖项一共就那么多，想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就只能尽可能的端水。与其说金鸡奖是纯粹按内容品质与演技提名，不如说是在每一类型赛道中挑一个最优秀的。权衡之下，我爱你中的倪大红与梁家辉，八角笼中的王宝强，消失的她中的朱一龙等等，就只能遗憾出局了。虽然在提名这个问题上有些众口难调，但本届金鸡奖的最终结果还是保持住了以往的水准，没有惊喜，但绝对四平八稳，让人挑不出太大的毛病。最佳故事片方面，本届提名的6部影片中，纯粹的主旋律电影只有《长空之王》一部，创下了近年来的最低比例。这种态势或许从侧面说明了前几年盛行的商业主旋律大片已经进入了亟待调整升级的瓶颈期。最终，该奖项颁给了乌尔善导演的《封神》，作为古典神话题材的里程碑之作。该片不仅在上映后掀起了打破圈层的观影热潮，自来水无数，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中国电影一步步走到今天，已经拥有了极其强大的工业化水准。不过，如果从这个维度来评判，《流浪地球2》也毫不逊色于《封神》，甚至意义更加重大，却连提名都没有得到，这让很多影迷都表示相当的不满。评委会特别奖的颁发也算是用另一种方式对其进行了肯定。在电影市场全面复苏后，金鸡奖选择大力表彰工业属性强烈的影片，肯定也是希望能够给好不容易热起来的市场再添一把火，起到拉动作用。最佳导演奖花落成耳，他执导的《无名》无论是在视听语言还是在叙事结构上，都很有自己的作者化风格，并且在商业维度，该片的票房也是可圈可点。最佳男主角最终由梁朝伟摘得，凭借着《无名》中冷静且智慧的地下党和主任这个角色，他达成了自己的3金大满贯成就。无论从个人影响力、作品影响力，还是从角色塑造完成度来看，梁朝伟都一定是影帝提名者中综合分最强的那一个，毫无争议。就如同网友们所说的，比起梁朝伟需要金鸡奖，当然是金鸡奖更需要梁朝伟。最佳女主角花落何赛飞则算得上是一个相对爆冷的结果，和她一起提名角逐影后的有惠英红、闫妮、樱桃、黄瑶，竞争可谓是十分的激烈。何赛飞最终能够脱颖而出，除了一如既往的演技爆发力惊人，还在于追月这部戏是为其量身打造。她饰演的粤剧名林七老师也是戏份最多的大女主，有更多的空间去展示对人物精妙处理
获奖也是合情合理。最佳男配角由李雪健摘得，无疑是众望所归。在《封神》中，他饰演的姬昌堪称整部戏中的定海神针。虽然戏份不多，却传达了非常具有冲击力的情感力量，备受影迷们的认可。最佳女配角最终花落90后演员黄米一。在《永安镇故事集》里，她饰演了一个渴望摆脱枯燥生活的小镇老板娘，演技成熟度在同年龄段演员中十分亮眼。金鸡奖此次把奖项授予她，应该也是希望鼓励刚刚开始闯荡电影圈不久的新人，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挑起行业的大梁。粉丝期待奖项背书，流量演员与奖项双向奔赴。当然，这2天讨论声最大的，除了各项大奖的归属，就要数今年凭借《无名》首次入围最佳男配角的王一博。网友们带着质疑与偏见的目光审视，粉丝们则忙着炒热声势，为本届金鸡奖起码贡献了80%的热度 KPI。而在颁奖之夜，王一博不敌老戏骨李雪健，未能拿下大奖之后，金鸡奖意难平的话题瞬间冲上微博热搜。一部分粉丝认为，提名即是一种肯定，得奖也要看运气和竞争对手的实力，输给功力深厚的老艺术家也不算冤枉。另一部分则觉得，王一博这几年在表演上的成长十分明显，绝对配得上这个奖，未能如愿折桂十分可惜。但不管粉丝们对奖项的归属有哪些具体看法，他们希望有主流奖项能为自家偶像的背书的心态都是溢于言表的。纵观近2年来的内娱生态，哪怕不太敏锐的人也应该能察觉到，从粉丝、观众舆论到演员本人，大家对奖项都越来越重视了。这背后自然是源于当下电影市场的一系列变化。首先，年轻演员，特别是流量演员，想要在职业道路上走稳走好，就必须要拥有更多具备口碑效应的硬作品。而且，大家也发现，业务能力这个东西毕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如果能有一个主流奖项背书，那就最好不过了，证明了行业与观众对其的认可，将会给演员本人的影视资源和商务资源带来巨大的加持。其次，过去鹿晗和吴亦凡等不少一线流量靠着自身热度进军电影圈，却经历了 N 次口碑滑铁卢，晋级之路中道崩殂，也给观众带来了流量都是毒药的不良印象。但随着市场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资本不再只把流量当成赚快钱的工具，而是给他们符合个人气质的角色。一些演技相对出挑的流量终于散发出了自我的灵气和潜力，例如3次提名金鸡奖的易烊千玺。直到去年，朱一龙凭借《人生大事》拿下85后首个金鸡奖影帝，意味着过往被网友口诛笔伐的流量们，在电影圈的口碑彻底发生了逆转，不但能拥有高分代表作，还能得到官方奖项的背书。如此背景之下，王一博粉丝对金鸡奖抱有热切的期待之心，也在情理之中。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金鸡奖有心表彰年轻演员，但除了不断修炼演技、提升业务能力之外，如何规划路线、选择项目才能提高冲奖成功率呢？从过往的提名和获奖名单里，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出2点。第一，选择与真实生活息息相关，能够引发观众共情的题材，无论是《少年的你》中对校园暴力的细腻刻画，还是《人生大事》中对生与死的深刻探讨，都将情绪价值拉到了满点。第二，与有自我风格的年轻导演合作，比起70、75后的前辈，当下的年轻演员没有赶上第5代导演创作力强盛，作品百花齐放的巅峰期。作为电影新人，想要跟业务能力精湛的中生代演员争抢大岛的饼吃，不是件容易的事，倒不如选择跟有想法的年轻导演合作一些中等体量的项目。例如导演刘江江的《人生大事》，说不定能以小博大，
产生奇效。总而言之，演员的职业生涯更像是一场马拉松，只有稳扎稳打的走好每一步，耐心打磨业务能力的人，才能笑到最后。王一博们的粉丝也无需着急，今天从手边溜走的奖杯，假以时日，未必不能稳稳地握在手上。